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超级简单的交易策略啊，我已经测试过了啊，它在欧美货币对上近12年的回测来看啊，确实是盈利的啊，曲线相对来说也还不错啊。那么这个策略啊，它是我从这个视频中了解到的啊。原作者介绍说是没有使用任何的指标啊，甚至没有任何的这个过滤器啊，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单的信号就可以在多个这个外汇货币对上取得盈利的效果啊。那么对于原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去它这个地址详细看一下啊。我这里呢主要是把它讲的这个策略编写成一个 EA 然后去进行回测看一看究竟有没有效果那我这里就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策略的一个做单的细节我这里就从原视频摘出了两个图片来借用一下给大家描述我们这里以做多为例第一个条件就是当前 K 线的这个收盘价要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最低价前一根 K 线是阴 K 阳 K 都无所谓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当前的这根 K 线它必须是一根阴 K， 也就是它的收盘价要低于它的这个开盘价虽然是两个条件但是其实我们总结这两个条件只是为了写代码方便其实一句话描述就是当前的这根 K 线是阴 K， 并且它的收盘价要低于前一根 K 线的这个最低价这就满足我们的一个做多的信号一旦满足我们的做单条件之后我们就会在下一根 K 线等待它突破这一根 K 线的最高点时，我们进行买入。那么买入之后什么时候卖出呢？原作者也是介绍了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当这个你进场之后当这个 K 线的收盘价的时候，我们去判断它的这个收盘价是不是高于我们的开仓价也就是我们这笔单子是不是盈利的如果盈利的话，我们就直接进行平仓但是它这个条件只是在收盘价进行判断，所以引线的话就不算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于这样的 K 线产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第十根 K 线直接进行平仓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时间止损那么针对于做空的话，其实就把所有的条件进行反转当前 K 线必须是一个阳 K 并且它的这个收盘价要大于前一根 K 线的这个最高点这就满足我们的一个做空的信号。然后我们就在下一根 K 线突破这根 K 线的这个最低点时候进行做空出场条件也是类似的要么产生盈利的 K 线要么就是10根 K 线之后直接进行平仓然后就是止损的话，其实它这个策略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止损价格的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按照时间止损所以仓位的话，我们就只能以一个固定手数去做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以损定仓的不过大家也不要奇怪其实很多的这种简单的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策略但是未来可能会有效的这种策略它都是没有明确的这个止损价位的关于这一点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是有做过相关视频专门说过类似的这种操作的然后原作者他是在这个他是回测了多个外汇货币对上他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倒也还是比较理想的然后他组成的这个投资组合呢他这里是从2011年一直回撤到至今从曲线来看也是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些都是他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拿来使用的话不一定就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因为我其实已经把这个策略已经写好了我也进行了一些回测我发现一个共性的点就是它在欧美上确实都有盈利的效果包括原作者也说这个策略在欧美上的这个盈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呢我回测下来发现它在其他的货币对上还是有点差强人意的
可能还是有数据或者说是它隐藏了一些细节的原因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回测一下啊。它这个策略它是运行在这个日线上的啊。这个也很正常啊，因为针对于这种非常简单的策略来说啊，基本上它在大级别的这个时间周期上的盈利效果要比中小级别要好得多啊。因为大级别上这个市场噪声会更小啊，它这个规律性会更加明显啊，就比较容易啊，比较好开发出类似的这种策略啊。好，那么时间的话，我们还是2012年至今啊，这12年接近13年的时间。然后它这里的这个出场，它不是有2种嘛？一种就是盈利出场，一种是时间出场啊。原始策略的话，它就是按照这个盈利或者时间出场的啊。然后原始策略它这里是10啊，我这里使用0.1手去做啊，就比较保守啊。好，然后我们把可视化点开。好，大家看这里啊，我们是在这一根 K 线进场的。那么它进场之前，前一根 K 线它是一个阳 K， 并且它的收盘价处于前一根 K 线的这个最高价之上。然后当前 K 线突破这一根 K 线的最低价时，我们空单进场啊。我们空单进场之后，我们会在每一根 K 线的这个收盘价的时候，我们去判断一下当前 K 线的收盘价是否处于这个开仓价位之下啊。如果处于之下的话，那么肯定就是一个盈利的 K 线啊。那么我们就是直接进行平仓啊，就是赚一个很小的利润就直接出场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啊。同样的满足这个做空信号，我们进场之后，但是它一直没有产生可以盈利的 K 线啊，也就是在收盘价上看一直没有盈利的 K 线产生啊，它这里都是引线啊，所以不算啊。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10根 K 线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大概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会直接进行认赔出场啊。就这个位置啊，差不多就是10根 K 线的位置，我们就止损离场，这就是第2种情况啊。我就是在盘面上给大家举个例子更多的案例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这个策略真的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直接来进行回测把可视化点掉，然后其余的参数都不变，我们点击开始。好，这就是我们回测出来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虽然它是盈利的但是它这个盈利的效果就是这个收益曲线来看确实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尤其我们再看一下它这里的所有的这些指标的回测表现来看的话，确实不是很理想比起原作者他所回测出来的结果还是差的比较大的然后我自己尝试了一下，不要使用它这个盈利出场也就是不要那一点小的利润我们直接采用这个时间出场然后我们再回测一下。这次的话，我们回测出来的效果跟原作者他所展示在视频里面展示的这个效果就差不多了包括它这里的指标的提升，我们也是能够明显看到的然后我这里还尝试了一下，把它改成11也就是多加一个时间段的话，多加1天，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曲线就会更好，包括它这里的数值的话也会提升比较大我们再尝试一下缩小一个时间段也都差不多不过比起10根 K 的话，它这个效果要更好一点然后原作者他也在其他的这个货币对上进行了一个展示回测出来效果也还不错，但是我这里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在其他货币对上来看
就差强人意啊，你真的不能说它好啊。包括它这里的这个收益与这个风险相比啊，这个比例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拿来用的啊。那么它这之间的这个差异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平台啊，不同的平台它这个运行的模式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使用的数据，它这里应该使用的，这应该是一个 multi chart 啊，它使用的这应该是一个期货的数据啊。所以我们的数据不一样，我们回测的平台也不一样，包括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细节是没有展示的，所以就导致在其他的货币对上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并不理想啊。但是一个共性的点是都在这个欧美上，有不错的效果啊。并且它这个策略逻辑这么简单，你真的不能要求太多啊。好，那这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啊。另外我就说一下，我再提一下，就是我会对哪一种类型的这个策略更感兴趣啊。其实它这里它所展示的这个盈利曲线，它是我们考量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个人其实更好奇的是，它这个策略的逻辑啊，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啊？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这个盈利曲线好看啊，但是你的这个策略的逻辑是比较复杂的啊，就是叠加了很多的这种交易条件的啊，那么我个人来说，其实就不太感兴趣了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复杂一点的这个交易策略啊，它是比较容易产生出好的回测绩效的啊。只要你愿意叠加，你总会有好的结果产生啊。但是它在未来能否呈现出同样的效果那么这个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啊。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策略啊，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啊。我已经在我的频道分享了很多这种策略的源码实现了啊。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去把它写一下，自己去测一下，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一些研究。好，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